我这厮杀！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天怎么是黑的？这是晚上吗？小心！什么东西啊？我去看看。别，先别动。这车顶上好像有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动静？啊！走。小心！安东，去那边，躲起来！注意身后！刘鑫、高山，你们俩盯中场，相互掩护。我会保证你背后没有风险，你也得保证我的。不行的时候会提前告诉你。队长，看到沙土人倒下，你负责别让他再站起来。好，小龙。能放冷枪吗？能。刘鑫，把枪给他。欣姐，行礼。啊！
你别过来！咦，这耳朵里爬出一只蚂蚁。是罗心怡。长东，还有漏掉的吗？长东背后。狗阳，狗阳，再看一下，那是狗阳。样。样。孔央，你这个项链是东哥送你的吧？对，好对啊，好漂亮，超漂亮。用衬衫化作那情的疲累，
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。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违抗。诡谲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悖，让彼岸蔚蓝乱散场相偎。今天如果求婚成功，18年以后就会有个小孩，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参加高考。有病啊！现在就说18年后。千回是要踏入玄关，哪怕前途雪纷飞，只为万事无愧。一会儿去接你的朋友，穿这个好看吗？好看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这次走西出玉门县，跟我一块儿去，好吗？好。你个小傻子，本来以为你不会和我一块儿去了。为什么这么想？你不是不喜欢沙漠吗？对，我不喜欢沙漠，但我喜欢你啊！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。让彼岸蔚蓝漫散场相偎，似是而非，挣扎错退，寻时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玄关，哪怕前途雪纷飞，只为问心无愧。似是而非，挣扎错退，是时间沉醉，众生皆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是要踏入玄关，哪怕前途雪纷飞，只为问心无愧。2年前就觉得东哥挺惨的，现在觉得他惨上加惨。希姐，真不管我东哥了，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。石小姐，这是我在院子里找到的废料。好，点了它，把灶筒打开。识相的老老实实给我出来啊！咱们还可以聊一聊。你们别进来，不然我把东西给你们烧了。好啊，我替你烧。扔。这不会出人命吧？他们刚刚没想要我们的命吗？那万一真要把人烧了？放心，起贪念的人一般都怕死。出来！好吃吗？说怎么想的？不说呀？哎，希姐！啊，别，跟他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。那你说怎么想的？这石头不好啊！玉娃的叔伯都走了好几天了，估计已经是出事了。
我们的东西又少，接下来怎么熬下去我都不知道。我看见你们的东西在集市上都是紧俏货，开的又是好车，更是抢手。你胃口还不小，就凭你们守得住吗？就你们那点能耐还守个饱？是福是祸都难说吧？你们几个脑袋瓜子还算计我们，想什么呢？不是说沙土人半夜才出窝吗？是没错的，沙土人是不喜欢白天，可是刮大沙尘暴的时候，沙尘把天都遮了，沙土人有可能跟着沙尘一块儿走。我也是想赌一下，赌一下？那你就该知道输是什么结果。跟他俩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主意。我提前把他俩支到地窖里，我自己守在这入口上，听见有什么不对的时候，我拿挡板把入口堵住，他们也只能听我的。东西和地方都是我的了。是要赶我们走吗？我看起来是这么好脾气的人吗？我只是没有想好要怎么处理你。清理善后不用你做吧？沙土人太少了，不能留着，要不然会招来更多的。不能埋了吗？不行，必须烧了。沙土人被洛金以上的人没得救了，只能烧了才干净。如果埋回去，洛金以春风吹又生，后患无穷啊！愣着干嘛？快去！这东西得烧了，不能留。别动它。没人。谢谢，给你药水喷喷伤口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东哥呢？你上边找一间偏房待着。你们说东哥接下来会不会打算出关啊？东哥是行了，一进关就把自己事儿都给办了。你说咱们呢？啊，还想着来解谜团呢，没想到这么凶险。进关是为了找过去，我肯定要进的。至于你们，那得看人小柳的意见。哎呀，你不说我把他给忘了。这柳姐的干爹这柳七花点钱注资咱们来，咱要空手回去了，不得骂死他？这柳七又不知道关内有多凶险，平安回去总比命折在这儿好吧？我干爹说了，这次进关就是为了磨练我，这么凶险的地方都闯出来了，才放心把事儿交给我做。大不了就折在这儿了，那也是命，反正我也不是他亲生的。小柳，七爷再三嘱咐过要保证你的安全，他心里把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打退堂鼓了？我是觉得咱们还出不了关，车坏了要修，油量也不好使，原路返回又会遇见流沙雅丹的沙土人。哎呀，你说这什么出关一步血流干？哎呀，哎，希姐，你说咱们这伙人出关会不会血流干呢？甭看了，那些东西都看了，全是70、80年代的东西，没有值钱的。但我看老钱他们的衣服，又像是90几年款式的。之前我们看那些皮影官，那皮影人穿的衣服各个年代的都有，但就没有最近20年的，是不是说明皮影鬼头队已经很久没有输送过物资了？不对，这里有本08年的，说明关内还在继续进攻。那就奇怪。告诉你，希姐，这还一本呢，你这本才好。希姐，你看这本书对于小柳来说太重要了，是她的宝啊。为什么？是她恋爱的启蒙书啊，陪伴她整个花季雨季。哎，别提玩笑，真的假的？可我们初中时候确实挺流行这种青春疼痛文学，催泪虐心。简单来说就是男主有个去世的白月光前女友，然后女主为了让男主接受自己，就各种努力，各种虐心。
哎，你说傻不傻呀？啊，跟谁争都不能跟死人争啊！这简直，我觉得他就是有受虐倾向。好了，睡觉。北堂啊，你去把畅通的皮影箱给他送上去。就说是我让你送的。这么晚了，你给他送太客气对，了。我让你去你就去，你顺便把那3个人的铺盖给他扔下去。哎，欣姐，你说这个沙土人会不会再来呀？如果再来，楼上那几个老弱病残的，他老弱病残怎么了？做了不要脸的事，活该得点报应。再说了，东哥能睡，他们就不能睡，矫情给谁看呢？要我说，他们3个在上面，不知道又要干点什么事。有东哥看着也挺好，我们睡个好觉，他们不敢乱来。哎呦！最多，我帮你一块叠了。怎么样？送了？送了。你没抖露出我吧？哎呀，我怎么能说出你来呢？不过你还真猜对了，东哥看着以后马上就开始刻了。哎，喂，这烧水能不能烧快点啊？喂什么喂？我不姓魏。还没好啊，飞腾。哎，快了，西姐。我不管你是打是骂，反正到了饭点得给我送上来。哎，西姐，东哥还窝里头刻皮影呢。当他不存在好吧？饭照做，爱吃不吃。他要跟你们说话就说，不是谁都别跟他西姐，你总不让我们跟他说话也不行啊，再把他给憋坏了。我跟他熟，我劝劝他去吧。别动啊！啥也别干。西姐，你劝劝我东哥呗。再等一等。为什么呀？我得等他饿到没有力气，打得他乖乖的、老老实实的出来给我吃饭、睡觉、洗脸。你们3个，一会儿吃完饭轮流来找我，我有话问你们。你先来。
昨天跟沙土人打架，浑身酸疼，今天很累。我这人一累吧，就不喜欢说话，但我又特别喜欢听别人讲话。这样，我们玩一个游戏，你说，我听。我问一个问题，你就把知道的全部告诉我，不要让我多问，我多问一句就减1分。别慌，我问的肯定都是你知道的，但是同一个问题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味道不一样。最怕的就是你说的跟别人的对不上。这沙土人是单这里有，还是哪里都有？单这里有。这沙土人的由来，还要从一个叫严仲的人说起。严仲啊，他生性贪吃，又嗜血，最爱舔舐流沙雅丹中分泌出的盐分。他每隔10几年，也可能是100多年，会苏醒一次。可是，他一旦苏醒了，那附近的村庄啊，就遭了殃了。走猪走猪毛，换颜色了。哎呀，我的个爷呀！你穿这么点不冷吗？可不行，我的，来来来，喝一点水。我一个卖货郎，3更半夜的，在这沙漠里叫卖，我疯了！我是给谁看的？这是陷阱，知道不？是你自己要找上门的，别怪我不地道。要发财了，要发财了！启动不遣散，走猪走猪毛，收头发了，换颜色了，收猪。人种在异兽当中比较稀有，只在这一带出没。岩种大部分时间都是沉睡的，有时几十年，有时上百年。所以，虽然这里是闹过岩种，但还是有人住。万一幸运，一辈子都遇不到他幸。岩种是关内一种极其凶残的变脸怪兽，书上说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，可以随意变换面部形态，见什么变什么，遇到人就变成像人一样的脸，必须小心识别，严加防范。一开始啊，他们装作来村里的外来人，这住下了，渐渐的呢，村里面的人越来越少，但又找不到尸体的痕迹。严重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啊，
就会回到流沙雅丹去休眠。严种沉睡时，沙种和附近的嗜水沼泽就是他的手段，人根本靠不近。即使有人真有能耐闯进去，也会被沙种的落基蚁寄生，成为沙土。所以，流沙雅丹就更成禁地了。一般没能力的人不能靠近，沙种又不会移动，这些沙土人是怎么来的？反正就是倒霉吧。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人投喂。没听说过。投喂严种干什么呀？丧心病狂啊！哎呀，我们小人物哪知道这么多呀？你应该去集市上问问，那里人多，见识也广，什么新奇的事情啊，都在集市。那里车多吗？可以买到油吗？能买的，就是铁皮车开得起的人太少，油太贵了，而且这些年油越来越少，关外进不来。哦，这里的货币是金箔，想以物换物也可以。关外东西尤其抢手，你要想买东西打听事情，就应该去大市集。市集越大，那羽林卫方式就越多。他们不仅能治安管理，还能召唤异兽，让他们种地、发电、运输，干各种苦力活。听说最繁华的黑石城，那里吃喝住行跟关外差不多。都说出关一步血流干，不能出关。那你们有谁亲眼见过那个场面？我爹娘，薯条的爹娘就是那么没的。去年一家3口还住在隔壁村里，后来从红砖城来了5个人，说是要出关，出钱找人给他们带路，结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村民的家属去找，在流沙雅丹附近找到7人尸骨。所以说要出关就必须要经过流沙雅丹。不知道，传闻中这出关的方法多了去了，可到了最后，也就变成千奇百怪的死法了。这种机密，只有黑石城的羽林卫才知道。外界挑战不断，加剧脆弱危机。兰蔻小黑瓶精华7天稳住脆弱，邀您精彩继续。999皮炎平升级凝胶装，抗炎止痒，邀您精彩继续。张东，你去哪里？一如擅长那种那样，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把我的事、山茶的事都忘了吧，忘掉了，才能重新开始。欧阳，其实我特别希望当时我也死了。傻瓜，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。
长东，长东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已经躲了3天了，你还接受不了吗？2年前就接受了。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接受不了孔阳变成这个样子？刘希，孔阳死了，不管什么原因让他变成那样，那个都不是他，的确会难受，但我不至于连这个都想不通吧？你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跟我说话？啊？肥堂每次来送饭，都磨磨蹭蹭、支支吾吾的，明明想说什么话，可到最后什么都没说。只可能是你不让他们跟我说话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觉得我想干什么？你来找我，可能是想跟我说，我就是不让他们劝你，爱吃不吃，要是不想死，就自己爬起来吃。别以为我们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，等到最后我饿得只剩一口气了，再跑过来嘲讽我2句，再踹我一下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还有一种可能啊，你就是想让我静一静，等我想明白了，你再来看看，看我值不值得被拉一把。走。去哪儿？月光悄悄岁月某一刹，卷起淡漠慢慢的风沙，淡漠慢慢的风沙。我是追赶奔跑的人啊，那向往后藏着一道疤，门后藏着一道疤。古老歌要给谁给留下，埋在迷雾静静的开花。我们坍塌命中的悬崖，却又期待真心的回答。这一次经过转过红了，拥抱了戈壁美着星光，你微笑的模样，每一个的肩膀，荆棘路上默契相望，有一起变天茫然，彼此围着去散了，是风里的城市地狱黑夜的争吵，是只想有人的寻找。像场梦啊，越过年华醉了的回忆会打烊，别去害怕，纸面纷杂，有我啊，有我啊，这一次乘风穿过荒凉，拥抱了戈壁美沾星光，你微笑的模样，能依靠的肩膀，情节路上默契相望，却一起并肩冒着流浪，每次为着我去散忘的，是从你到城市里黑夜的城墙，是只想我忘了选择。回去吧。
没事。给我。好了，我对你的照顾就到此为止了啊！从你明天睡醒开始，不会再有任何优待。这些话不应该等我睡醒了再说吗？现在告诉我，我有负担，睡不好。好吧。醒了。你再睡一会儿，我上去看看。行吧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你们是要跟我继续去市集，还是说直接出关？西姐，就凭我们几个，往回走就是流沙雅丹，那不等于送死？何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出去，出关一步血流干。既然市集人都安全，不如先去那里打听消息。我看也是。你说我们费这么大劲来的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？要我说，就把那市集挨个逛一个遍。关内如果真有那么多旧东西的话，找一些有收藏价值的，说不定咱们能常来呢。以新换旧，转手卖出去，铁定赚翻了。我这还有出手渠道，到时候咱几个就开着公司，啊，闷声发大财。耶！不怕沙土人了是吧？西姐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是吧，东哥？我跟你们一块儿。拿住，拿住这个大车。你没事的话，进去拿些不用的布，到时候补胎用。好。西姐，哎，啊，你跟昌东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？是啊。那他之前是不是人缘挺好？好个屁呀！都不拿正眼看我。西姐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以前牛，那是带多国探险考察队的，钱挣海了去了。之前我认识几个老板啊，想让东哥带着去无人区转转，钱都摆跟前了，死活就不去。同行都知道，狂得很，给他起个名叫啥？沙辽，你听听这名，欠不欠揍？可是他现在不这样啊。现在是啊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小山茶那事儿给闹的，跟回了炉似的。
以前我见着他啊，当面我叫他东哥，回头我就骂他是。哎呀，行了，走。琪琪，那个阿和想让我问问你，给他们扣那么多分儿，是要干嘛呀？哦，扣分的事儿啊。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老千扣了39，阿和24，薯条12分。哎，小柳，你去叫一下高深，把老千他们给隔开，你们1对1的让他们画从这里到市集的地图，什么路程大概要多久啊，要注意什么地方，什么全部让他们列出来，列得越全，分加的越多。OK。分嘛，肯定就是越高人越安全。让他们仨一起画不就完了吗？还省事儿啊？柳，交代他。让他们3个在一起攒个假地图，把我们引到流沙雅丹去，那我不就死挺了吗？不能让他们通气，让他们分开，相互猜忌，相互竞争。你说我这个脑子……高深，来活了！3张图出入不大，我整理一下，一会儿就能出发。东哥，一路往西，就是阿和他们以前住的那个市集黄土城。阿和说，他们当初是为了躲灾从黄土城里出来的，走了大概10几天吧。我们要是开车的话，应该可以快一点。这个路程往常的话1天差不多，但咱们车轮胎不行啊，我估计至少需要2天。市集跟市集之间都比较荒凉。他们这儿的人好像都公认，在市集之外还有夜晚会有异兽出没，所以我们要在日落之前找到地方投宿。听起来像《聊斋》呢。因为太阳一旦落山，就找不到旅馆了。他们这儿旅馆叫做红花树。红花树，开连锁啊？树是假的，枝条上有挂满了红布条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树，就可以在树下等。太阳落山之前，会有人来收树，顺便把客人都接回去。那要是没赶上收树？那我们就只能成为异兽袭击的目标了。刺激啊！你说这敢在道上开红花树的，是不是都能人呢？他们这种地方肯定都会找1、2个能人坐镇啊，但也别抱太大期望了。绝对安全这种事情，没有人可以保证。这万一遇上黑店，但是我没有金箔，手机没信号，付不了钱怎么办啊？他们说了，去那儿的话可以拿物品来换住宿，咱们带那么多东西应该够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收东西吧。我们自己的还有地窖里的。谢谢。这地窖里头，他们的东西都要搬走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有用的才搬。他们怎么办？我们当初在地窖外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办的？还不是自力更生吗？把这几个字给他们送回去。哎，哎，慢点。好。哎，东哥，你跟七姐商量一下，东西别都拿走了。那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你说没吃的他们怎么活呀？他让你全搬空了？行，我换个说法啊。你搬东西呢，你七姐也没有全程盯着你啊。你要是漏搬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你试试。我什么都没说。哎，飞党。哎。还有啊，就那么点物资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你七姐那4个字“自力更生”，一块送过去。
跟我进来。啊！快点进来啊！对方太容易心软了。心软不是一件很有福分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很少有人天生菩萨心肠，大多数人在饿得半死的时候是不会分你一口粮食。受了折辱、欺负，第一反应就是以血还血。只有得到爱，才会想着去分享爱。肥汤还能心软，就说明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受人善待的。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知道给你们留的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我想跟你们说句话，这么活着不是个办法，躲财永远躲不过去，要学着自己强大，与灾共舞，懂吗？赶紧下去把东西拿下去，快！快！谢谢你啊。赶紧的。肥汤，嗨，走了，来了。找包子去。哎，老沈，那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异兽？难道是2个世界？啊！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故事，都是假的，假的。关内的那些异兽，那就跟我们这里的动物一样，你就把它当作创作素材或创作灵感就行了。虽然是故事，可我总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无法解释和触及的东西。是啊，你像古代的那个《桃花源记》，那里边充满着神秘和想象，那你也解释不了。流溪谷，望东魂，生死宿命，2界羁绊，这故事啊，有点意思。就没有这红花树呢？对呀，我们这一路都没看见一棵。那老仙他们是不是骗我们呀？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参照物，很难一直有自信。只要车轮稍微打开，就可能一直错下去。再有个沙土人，咱们倒是有经验了。你说再来个什么其他的怪兽，可怎么办啊？西姐，这老仙说晚上沙漠多异兽，咱们是得拿好家伙，装备2手冲锋枪。肥汤，哎，你也拿一把，给我。这子弹也快供不上了，这枪都快变成废铁了。哎，看，哎，下灯了。小的时候就听说过，天全黑的时候，这天空上要是有2盏灯，有一个长梯，其实是蛇的2只眼睛。一看见那长梯是蛇信子，上去就被蛇给吃了，懂吧？今儿你想争嘴啊，咱可得慢点啊。我还真没见过会发光的嘴。
腰上掉了个什么？鸡。也是来住店的吧？对，打哪儿来啊？红砖城。好地方，怎么称呼你？昌东。李金鳌。哎，你那鸡挺厉害呀，1粒米都没撒到地上。这只鸡可不是一般的鸡。哎，你们赶夜路不带公鸡壮胆啊？啊，我们走的匆忙，没顾上。开铁皮车的，看不上这个。敖叔好啊，叫我小柳好了。叔你真厉害，你胆子真大。我都还没住过店，我东哥老吓我说这店里可怕的很呢。你这哥哥说的没错，红花树夜店是要乱一些，人来住，其他的也来住。啊，这怎么行啊？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东哥，你不早跟我说，你明明知道我胆子小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。没事儿，守规矩就行。实际上这儿啊，就是船的力气，没这么邪乎。再说了，跟这儿住店的，没一个是吃干饭的。叔啊，你这变着法夸自己呢。我们这一车人几个胆子拼起来才敢走夜路，你这腰上拴只鸡，往这一杵，跟晒太阳似的。叔，你一定特别厉害吧？厉害什么呀？我呀，就是个走市集耍皮影的。等待会儿住下了，还得开几场。来几位，要是有空的话，都来捧个场啊！好呀，好呀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收束了，跟上就行。这叫什么来着？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的，我就是忘了。哎，我这记性叫什么来着？流光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大晚上的，旅馆的人也不敢出来瞎跑啊，都让流光来引路。这玩意儿啊，死笨，永远的2点一线，从来不知道怎么跟。哎，你看没有？就这么个玩意儿，跟上。好嘞。行啊，小六，张口就来啊！我干爹教过我，小姑娘没脸没皮，人家会觉得你可爱。这招大了可就使不成了，人家会防着你。哎，东哥，那个姓李的说他是耍皮影的，谁信呢？他不是说晚上要开场吗？到时候就清楚了。这边，哎，铁皮车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是您的车吗？不是，车的入口在那边。哪儿啊？这边，在这边，车停这边。外界挑战不断，加剧脆弱危机。兰蔻小黑瓶精华7天稳住脆弱，邀您精彩继续。999皮炎平升级凝胶装，抗炎止痒，邀您精彩继续。贵宾，咱们车停这边，然后我在里面等几位，然后咱们在里面办理前台登记。行了，先把行李卸了吧。哇，这么好的车！把这个带上，说不定在关内你有什么死对头正等你呢。小心台阶。各位客官，吃好喝好，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啊！
有需要尽管跟我说。哎，客官，手进台阶。董事长，哎，几位这边坐。走啊。到公局了啊！你好，要一间房。房费可以付金箔钱，也可以拿东西换。这张单子是我们改进的东西，还可以以物换物，是有点原始世界的感觉啊。我们店有黑石城的许可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店只供应到11点，11点没电之后，不要随便到公共区域走动，否则出了任何事，死伤自理，概不负责。用水洗澡、上厕所都在1楼。干电池、消毒水、钳子，够吗？差不多够住了，具体怎么换，费完再结。房间在哪儿？ 2楼。